在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上，普京的高级顾问抛出了一句话：“Америка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пытается поменять правила на рынке золота и криптовалют. Вспомните, какой у них долг – 35 тр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。”美国正在计划通过稳定币和加密货币来转移37万亿美元的债务。听到这儿，很多人估计会愣住，37万亿，那不是美国联邦债务的总盘子吗？难道美国真的打算靠一堆数字货币把全球最大的债务黑洞给洗掉？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是不是俄方的舆论战，又或者纯粹是阴谋论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美国历史的债务操作，再结合稳定币在全球的地位，就会发现这背后其实还真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。我先给大家提几个问题，让大家把思路打开。第一，为什么美国从来没有为巨额债务真正还过钱，但是全球资本市场依然对它充满信任？第二，为什么全球投资人明知道美元会贬值，还是在拼命的买美债？第三，为什么稳定币这种看上去只是交易工具的东西，背后却要锚定美元和美债？换句话说，美国债务的真相从来不是能不能还，而是让谁来还。俄罗斯顾问的这句话其实就是把一个潜在的剧本给公开化了，就是美国可能会通过稳定币把债务成本摊给全世界。这期视频呢，我就带大家理一理债务重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稳定币在这个体系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美国会如何用加密市场来转嫁债务，各国为什么在警惕，为什么很多央行都在疯狂囤黄金，以及最重要的，作为普通投资者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。今天的主题可能有点烧脑，但是我保证你看完之后会对美元霸权、债务逻辑、加密货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好，咱们先从最基础的逻辑说起，什么叫做债务重置？打个比方，现在美国欠中国100美元，过了1年呢，他没有老老实实的打工挣100块来还中国，而是偷偷的印了很多钞票，市场上物价翻了1倍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还给了中国这100美元，可是呢，这100块只能买到过去50块能买到的东西。那结果就是表面上他把钱还了，但是实际上债主的财富被稀释了一半。这就是债务重置的核心逻辑，用通胀、货币贬值让债权人一起承担损失。美国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，历史上已经上演过好几次。第一次就是在2战之后，美国的财政赤字暴涨，但是靠着战后的高通胀，他把债务比 GDP 的比率呢，硬生生的给压了下来。债没少，但是因为经济规模变大了，货币购买力缩水了，他的债务看起来没有那么重了。第二次就是在1971年，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了。之前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，脱钩之后黄金价格飞涨，结果就是全球拿着美元的国家手里的储备瞬间贬值了，美国就这样轻松甩掉了一大部分的债务负担。第三次就是2020年疫情之后的大放水，美联储无限量化宽松，几万亿直接撒钱。美国政府看似在给民众发现金红包，实际上呢是通过通胀把债务的实际价值给稀释掉。所以你看，美国玩债务的手法从来不是我还你，而是我稀释你。为什么美国能这么干？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，全世界都需要美元来做贸易、做结算、做储备。只要大家还在用美元，那美国就有能力把通胀输出到全球，让所有人一起承担。所以这个美债看似天文数字，但是只要美元的地位稳固，它一样能够通过通胀加金融工具把风险给转移出去。这就是美国版的化债呀，用通胀来稀释，全球一起买单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俄罗斯的顾问这次说把稳定币和加密货币也拉进来了？什么是稳定币？简单来说呢，稳定币就是挂钩美元和美债的数字美元，最常见的就是 USDT 泰达币 ，USDC Circle 公司发行的，它们背后的锚定物是美元美债，而泰达币 USDT 背后呢还锚定了黄金和比特币。但是美国政府现在不想承认除美元现金和美债之外的抵押物，在美国现在主推合规的只有 USDC， 未来 USDT 如果不全部换成美元和美债的话，美国就不想承认它了，要把它赶出美国市场。所以当全世界的人如果都用稳定币交易、存钱、跨境转账的时候，那本质上就都是在间接持有美元和美债。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
每一个买入稳定币的人，实际上都是在为美国国债提供需求。稳定币的规模越大，美债发起来就越容易。当美国搞通胀、搞贬值的时候，那这些持有稳定币的人，通通要一起承担损失。换句话说，稳定币是美国把债务风险打包了，然后让全球分担的一种金融工具。我再举个比方，稳定币就好像是一张这个饭店充值卡，你拿着$100去充卡，饭店老板承诺你随时可以兑换食物。但是问题是，这家饭店的成本、菜单、汇率都是这个老板自己定的。于是呢，有一天饭店偷偷的把菜单价格翻倍了。虽然你手里还有这张充值卡，但是里面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就少了一半。就这样，这个饭店轻松的把债务就转嫁给了你。但是为什么说未来真的可能全球都会使用稳定币？因为稳定币太方便了。跨境转账快，手续费低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，当地货币不稳定，人们宁愿存稳定币，也不愿意存本国货币。在加密世界当中呢，稳定币更是交易的基础。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个人机构，甚至一些小国的央行，间接成了美债的接盘侠。这也是俄罗斯的担忧。俄罗斯顾问的意思很明确。如果美国真的把稳定币推成了全球数字美元，那就等于把它37万亿的债务成本摊给了全世界的稳定币持有者。换句话说，美国可以无限发债，但是风险呢不会只留在美国，而是通过稳定币传导到全球。稳定币背后是美国国债，本质是数字化的美元债券。全球使用稳定币其实就是在帮美国消化债务。一旦美元贬值，那稳定币用户的财富购买力就会一起缩水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其他国家会那么紧张呢？答案有2个关键词：历史教训和黄金买盘。历史教训，刚才咱们提到了，这个美元的规则它自己随时可以改呀。比如1971年，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，很多国家现在也担心这个稳定币规则是美国定的，那美国随时要改怎么办？为了抵抗这种风险，这几年你可能也注意到了，全球央行都在疯狂的买黄金，特别是中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买的特别凶，因为大家都怕被美元再放鸽子。而稳定币本质呢，就是美元债券的延伸。如果美国搞通胀，那稳定币的持有人首当其冲。但是黄金不同黄金不属于任何国家，黄金不能随便印，黄金几千年来都是最后的信用锚。所以各国央行囤黄金，本质上也是在防备美国用稳定币转嫁债务。所以从俄罗斯到中国，从中东到东南亚，大家都在提高警惕。方法：第一，黄金储备越买越多；第二，发展本币结算，比如中俄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；第三，推广本国版的数字货币，像中国的 DCEP、数字卢布等等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如果美国真的想把债务风险转移出去，它会不会直接买比特币？毕竟比特币才是终极的所谓数字黄金。答案是美国政府大概率不会直接出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太显眼了，太容易引发全球恐慌。但是它可能会走一条隐蔽的路线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美国财政部哪天宣布我们要买几千亿美元的比特币，会发生什么？第一，全球媒体立刻会爆炸，美国承认美元有问题啦。第二，比特币的价格瞬间会飙升，美国呢反而买不到便宜的筹码。第三，其他国家会警觉了，可能会提前或者是跟风买，那比美国先把价格抬上去。所以美国大概率不会直接出手，它更可能是借助私营公司来布局。比如说这几年比特币最大的正规军买家是谁？MicroStrategy 这个 CEO Michael Saylor 带头买了10几万枚比特币。第二就是特斯拉，这个马斯克也一度买过大量的比特币。第三就是各大华尔街基金正在逐渐申请比特币的 ETF。表面上看，这都是企业的私自行为，但是别忘了，美国政府和这些公司的关系非常紧密，它可以通过监管、政策、税收来影响他们。如果未来需要，那美国也完全可以通过资本运作，把这些比特币间接纳入体系。换句话说，美国的剧本可能是这样的：第一步呢，让这些私人公司先买，低调吸筹，不引起全球恐慌；第二步，等比特币成为全球公认的价值储藏品的时候，美国再通过股权政策等方式控制这些公司的筹码。第三，一旦债务压力失控，美国可以利用比特币作为资产储备，分散美元的风险。这样一来，美国既保住了美元的表面地位，又暗暗的在数字资产里面埋了它的第二条退路。
就好像一个人家里明明欠了一屁股债了，他没有当众宣布我破产了，而是偷偷的瞒着债主买了一堆黄金、房产，放在亲戚朋友名下，等有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，再把这些资产呀调回来。这可能就是美国的隐蔽玩法。那这次俄罗斯顾问之所以抛出这个论调，目的也很清楚，他们担心啊，美国真的这么干，到时候全球投资者都会被割韭菜。同时，这当然也是一种舆论战，提醒其他国家要防备美国的金融霸权。无论俄罗斯顾问这个动机如何，至少说明了一个可能的剧本：美国可能会借助稳定币和比特币，把自己的债务压力分散到全世界。那么对于全球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投资者又有什么启示呢？第一，美国债务不再是美国自己的事儿了。稳定币全球流通的话，就等于把美国的债务打包成产品卖给了全世界。哪怕你身在非洲、东南亚，只要你用了稳定币，实际上你都是在帮美国消债呀。第二，全球货币体系可能会加速分裂，一部分国家呢依然离不开美元，继续被绑定；另外一部分国家会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，比如买黄金、推广本币结算，甚至搞自己的数字货币。世界呢可能会形成双轨制，美元区和非美元区。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很脆弱的，他们的经济体量小，本币不稳定，老百姓宁愿囤美元和稳定币。结果呢，它的本币会更弱，资本外逃会更快，反而会更依赖美元，陷入恶性循环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看似讨厌美元霸权，但是一到危机时刻，还是得抱紧美元的大腿。还有，为什么现在黄金一再受追捧？别忘了啊，全球央行都在买黄金。对他们来说，黄金是唯一不受某个国家单独操控的资产。所以未来的格局可能是政府层面用黄金对冲风险，民间层面用美元稳定币做交易。这是一种表面美元化、底层去美元化的混合状态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事儿太大了，涉及37万亿的美债、稳定币、比特币，离我很远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这件事情关系到你我每一个普通人。假设你是一个上班族，对于上班族来说呀，最大的风险就是你的工资涨幅永远跑不赢通胀，生活成本会悄悄的在爬升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一个月工资1万，听起来还行。但是如果这个物价每年涨8%，3年以后，你手里的1万块购买力就只剩下当年的8000块了。你的工资在原地踏步，你的生活质量会偷偷的在下滑。那上班族该怎么办呀？第一，别盲目的加杠杆，特别是房贷，因为通胀呢可能会让利率变高，你的工资却还不上。第二，尝试增加现金流的来源，不要只依赖死工资，比如说做兼职、副业、技能变现。第三，在投资上适当配置能抗通胀的资产，而不是让钱呢躺在银行被通胀吃掉。那如果你是投资者，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少碰高杠杆的行业，因为他们容易爆雷。第二，关注抗通胀资产、避险资产，比如说黄金、大宗商品，还有部分核心区域的房地产，以及能代表未来生产力的科技股。第三，你可以留意比特币和加密资产，它们波动大，但是在美元体系的动摇背景之下，它们有可能成为新的战略筹码。如果你是企业主，那企业主面对的挑战更加直接了，汇率的波动可能让你的出口生意利润蒸发，融资环境的紧缩可能让你的现金流断裂。怎么办？第一，提前规划资金链，尽量避免短期高利率债务。第二，如果你有外贸业务，要关注结算货币的变化，别只盯着美元，还要考虑人民币、欧元，甚至是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。第三，多储备一部分的硬资产，让企业在不确定当中能有缓冲带。所以朋友们，这所谓37亿加密货币重置，表面上可能是美国的债务危机，实际上会是全球财富的一次转移。有人会在这场通胀风暴当中资产翻倍，也有人会变得工资缩水，房贷吃紧，存款贬值。区别只在于你是站在棋盘上的棋子，还是会提前看清规则的玩家呢？所以我的问题是，如果美国真的要把债务放进加密货币云当中，你愿意做那个替美国买单的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